全岛摇晃1分钟，新加坡却依然安然无恙。有人发朋友圈调侃蟑螂都跑得比我快，还有人笑着说刚好没醒来。为什么同样是地震，其他地方可能是惊慌失措，而新加坡人却呈现出一派悠闲和幽默？这到底是天选之地的幸运，还是处心积虑的准备？其实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震感背后，隐藏着一个小国家在自然威胁面前建立起的隐形防线。从地质上的优势和劣势，到工程技术里的精细和极致，再到社会心理上的沉稳和自信，新加坡是如何用一套昂贵但安全的逻辑交出了这份防震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带你看清新加坡模式背后最不为人知的抗震智慧。放眼全球，新加坡本不属于高地震风险地区，但坡岛的建筑规格却对标世界最严苛的抗震标准。新加坡的工程师坚持冗余逻辑，凡事多算一步，即使微乎其微的风险也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坡岛的建筑工程法规定，所有建筑必须达到至少 1.5% 的水平抗震载荷。以一栋10万吨重的大楼为例，它需要设计成能承受1500吨横向推力。这种对极端情况的预防，在许多无震地区可能会被视为浪费，但在新加坡，这被视为基本的生存逻辑，用最高的标准换取最小的风险消耗。2008年，新加坡更进一步引入了全球级的欧盟规范8，成为东南亚首个将远长地震效应纳入建筑强制标准的国家。这种逻辑只有一个目的，用最昂贵的办法换来最安心的确定性。这种抗震哲学还体现在组屋的细节里，比如储藏室，你以为是简单的杂物间，它实际上是整栋建筑的核心筒。储藏室高强度混凝土的核心墙设计，让它足以在震动中扛起整栋楼。即便如此，再强大的技术也需要地理帮手来协作。而新加坡的最佳盾牌，就是与它隔海相望的印尼。新加坡在地理上的选择堪称完美，尤其是得益于邻居印尼为它构建的天然屏障。你知道吗？1700公里长的苏门答腊岛就像一个巨型的挡震盾牌，挡住了印度洋无情的海啸。当新加坡还在远观世界级灾害时，苏门答腊岛早已吸收了绝大部分的震波和冲击力。同时，苏门答腊断层离新加坡最近的距离大约有400公里远，即便这里发生了9.0级的超强地震，等震波波及坡岛，实际的烈度早已从致命降级为微有感。换句话说，新加坡在地震图上的绝佳地理卡位，早就在悄悄帮它减震了。另外，新加坡还额外获得了赤道站位的加持，赤道附近的特殊科氏力，使得旋转式台风根本无法在这里形成。这样看来，新加坡刚好被地球屏蔽了地震、台风和大规模海啸的攻击路径。不能不说，新加坡的神选之地不仅仅靠技术，还站在了地理博弈的最佳坐标点上。当然，地理和工程只是硬实力，坡岛居民在灾害面前的心理素质同样稳如泰山。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地震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混乱恐慌，但新加坡人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冷静有序，甚至带着些许幽默感。朋友圈里满是熟睡都没醒，蟑螂比我跑得快等调侃，而不见仓促逃生的场面。这种从容源于新加坡长期以来构建的安全体系和社会信任，这种信任是信任溢价的体现。在新加坡，所有的建筑安全都由建屋局、建设局等机构严格审核，每一份设计和施工都代表了不可更改的底线。而这种信任用几代人的努力换来了现如今居民的心理安全感。你交给坡岛一份安心，它交还给你的是在危难中无所畏惧的信心。这看似是新加坡生存逻辑背后隐形的一部分，但恰恰是它最昂贵不可或缺的核心。所以这种坚实的安全文化让坡岛人在面对地震甚至更大的灾害时展现出超越其他国家的心理韧性。而这种安心不只是抗震防线的一部分，更是新加坡对其代际发展的长远投资。所以说，坡岛的稳如泰山既不是偶然，更不是侥幸，它是地理技术和国民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如果你有1000万预算，是愿意买一个豪华但天天提心吊胆的地震带大宅，还是选择住在新加坡，以绝对的安全感换来安心生活？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趣，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你的看法。同时，请把这个视频点赞分享给朋友，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我们下期继续聊聊那些你以为你知道，但看的绝对不够深的国家秘密。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